在这个频道，我非常想向你展示一些小改变，这些改变可以轻松实现，并能对你的健康带来巨大的回报。在睡眠方面，光线的暴露有着巨大的影响。我想向你展示一些你可以轻松实施的小改变，不仅仅是手机屏幕的蓝光。相反，我想展示一种特定的光线，在一天中的特定时刻，可以对改善你的睡眠产生显著影响。光与睡眠的关系大约在100年前被科学家首次发现。首位专注于睡眠的研究者内森·尼尔·克莱特曼甚至在一个洞穴中待了1个月，以观察缺乏光线如何影响睡眠周期。我们发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户外光线的意义。2003年的欧洲研究调查了人们的睡眠时间，以及他们在户外花费的时间。他们发现，户外时间越多，入睡时间越早。但这并不是户外光线的唯一影响。光线暴露还增加了睡眠时长，提高了睡眠质量。那么，一个关键因素是亮度。户外光强度可以从大约1万勒克斯到几倍于此，而室内光强度仅达到约400勒克斯。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一点，但首先要理解光线的时机对健康睡眠的重要性。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测量了早晨明亮光线的影响，研究人员发现它改善了多种睡眠质量指标。这项研究表明，早晨的自然光线是有效的，但没有比较不同时间段光照的具体影响。另一项针对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研究考虑了光照的时机。科学家让参与者佩戴监测器，测量全天的光照暴露，与其他研究一致，全天适量的正确类型光线与更好的睡眠相关。但他们还发现，早晨光照暴露较高的人，相比于那些没有的人，睡眠质量更好。去年的一项新研究又提供了一项证据。研究人员研究了阳光暴露的时机与睡眠质量的关系。他们再次发现，早晨的阳光暴露似乎对当晚的睡眠质量至关重要。证据表明，早晨获得类似户外那样的明亮光线能够显著提升睡眠质量指标。那么，这究竟有多重要呢？更好的睡眠对我们的健康意味着什么？研究将充足的睡眠与许多健康结果联系在一起。例如，一项研究调查了睡眠与代谢综合症的发展之间的关系。这是一组增加我们心脏病、中风和2型糖尿病风险的因素。他们追踪了3000名参与者5年，发现每晚睡6小时或更少的人最容易发展代谢综合症。睡眠似乎也影响免疫系统。在一项研究中，参与者记录了他们的睡眠，然后暴露于感冒病毒。平均睡眠不足7小时的人，感染感冒的可能性几乎是那些睡超过8小时的人的3倍。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改善我们的睡眠。所以，我们将仔细看看如何获得研究强调的早晨阳光，这对我们至关重要。但首先，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相关机制。那么，为什么早晨的阳光与我们的睡眠质量有关呢？理解这一点将帮助我们采取最具战略性的方式。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，遵循一个24小时的周期，这被称为昼夜节律，包括清醒的白天和睡眠的夜晚。这个周期影响许多重要的过程，如消化、激素产生和细胞修复。它由我们大脑中的一个主时钟控制。这个时钟通过眼睛中的特殊感受器被光线设定。这个主时钟调节褪黑激素的产生。褪黑激素是促进睡眠的激素。当我们眼中的感受器检测到合适的光线时，它会立即向我们的生物钟发送信号，停止褪黑激素的产生，同时调节我们的睡眠周期。光线会触发皮质醇和其他激素的释放，增加警觉性。随着黑暗的增加，这一过程会逆转。但是什么让早晨的光线如此特别呢？我们的眼睛中的光感受器负责向控制生物钟的主时钟发信号，它们对短波长的光非常敏感。换句话说，它们对蓝光更敏感。虽然自然光具有广泛的波长谱，但相对的光谱成分会随时间变化。例如，在早晨，短波长的蓝光更多，而在下午，光谱则转向更多的红光。这意味着告诉我们，大脑该醒来的合适光线在早晨是最强的。而阳光也提供了更明亮的光源，比室内照明更亮。
最近的一项研究将光的颜色和光强度的动态结合在一起，展示了它们的影响。研究人员测试了明亮的白光、非常微弱的白光、红光和蓝光对皮质醇水平的影响。皮质醇是早晨升高，以使我们进入白天模式的关键激素。他们发现，明亮的白光和蓝光提高了皮质醇水平，而其他光线则没有。现在是时候变得实际一些了。我们可以使用什么策略来获取具有理想波长和强度的早晨阳光，以改善我们的睡眠？我们需要多少？安全问题呢？在这里谈论策略可能听起来很奇怪，我们不能就出去站在阳光下吗？其实我更倾向于养成一个新习惯，如果有一些具体的方法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这里有6个你可以尝试的事情。首先，醒来后立刻打开窗帘，你不必在外面才能享受早晨的阳光，尽可能让阳光透过窗户进来。我想在这里暂停一下，谈谈窗帘。考虑使用遮光窗帘是有充分理由的。我们一直在谈论早晨阳光的影响，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醒来，但反过来，我们也要避免夜间的光线。研究发现，光线暴露与睡眠时间相关，且与一系列负面健康影响相关。例如，这些数据来自对老年人的研究。因此，在晚上，我们希望将卧室的光线保持在最低限度，遮光窗帘是一个很好的工具。第二，将阳光暴露与其他任务结合起来，将新习惯与已有行为联系，是养成习惯的聪明策略。而且这通常让我们能够养成新习惯，而不需要在已经繁忙的日程中增加额外的时间。那么例子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考虑在窗边吃早餐，或者如果天气合适，可以考虑在户外吃早餐。正如我在多个视频中所解释的，早餐确实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，将早餐与早晨阳光结合，可以一举两得。第3个想法是把车停得离工作地点远一些，这样可以迫使你走一小段路，并在早晨的阳光下度过这段时间。第4，避免在外面待的第1个小时内佩戴太阳镜，让那美妙的早晨阳光照射到你的眼睛。现在我将很快谈谈安全问题，但总体来说，这个概念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第5，考虑使用光疗设备。自然的早晨阳光是理想的，但根据你的居住情况，或如果你是轮班工作者，接触早晨的阳光可能会很困难。但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光疗设备来获得类似的好处和效果。我们之前看到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早晨阳光对大学生的好处，使用了这样的设备。这些设备专门设计用于具有触发反应所需的光强度，所以寻找至少有1万流明的产品。现在一个自然的问题是，我们实际上需要多少光才能看到效果？在这里，我们缺乏强有力的共识。我们还没有相关研究，但通常的建议是使用1万流明的灯至少30分钟以获得最佳效果。但是谈到早晨的阳光暴露，可能会让我们中的一些人对紫外线辐射感到警觉，所以让我们考虑安全性。首先，这不应该是光疗设备的问题，大多数市售选项通常设计为不发出紫外线光，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波长。那么自然阳光呢？好吧，请记住，它对我们睡眠的影响是通过我们眼睛中的光感受器起作用的，所以我们应该遮住皮肤并涂抹防晒霜以保护皮肤，这不会干扰益处。而且早晨的阳光紫外线强度较低，因此它并不像正午的阳光那样危险。因此额外的预防措施可以是清晰的防紫外线镜片，这些镜片不会降低到达我们眼睛的阳光。但光线虽然重要，却只是睡眠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。某些营养素如镁和钾包含在微量维生素中，已被证明是有帮助的。但如果你想最大化获得最佳睡眠的机会，确保查看下一个视频，在那里我会揭示我的整个基于证据的睡眠方案。